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。有时候我们以为那些最深刻的道理必须用最宏大的语言去表达，但其实老子用一种极其简洁平静的方式揭示了生命运行的深层机制。在第63章，老子说：为无为，事无事，谓无畏。看似悖论，却构成了整章思想的出发点。在这段文字中，我们要特别理解一个核心：行动的极致不是不行动，而是超越功利心的自发流动；处理事物的理想状态不是无所作为，而是化繁为简，从根源处不添乱，不误事。这一章其实可以说是对人类实践智慧的浓缩总结，尤其适合在我们面对现代工作压力和个人修养挑战时反复参照。这一章讲的不是高深玄奥的哲学体系，而是教人如何做事，如何面对困难，如何在日常琐碎中培育一种不动摇的稳定心性。他用一种朴素的语言构建了对复杂世界的应对策略。什么叫为无为？很多人误以为老子在推崇不作为，其实不然。为无为是在讲用一种顺应自然、不过度干涉的方式处理事物，不是不管，而是不执着、不强求、不预设结果。比如，在现代职场中，我们时常看到一种过度管理的倾向，流程越设越细，权责越理越乱，层层审批，层层上报，看似严密，却导致效率极低，员工疲惫，管理者焦头烂额。而如果能在整体上建立对人性的信任，放手让专业的人在自己擅长的岗位发挥所长，反而可能实现一种更高效的自组织结构。这正是为无为的实践体现。接下来，事无事是更进一步的要求。无事不是真无所作为，而是以无欲之心做有为之事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盯着结果、奖赏或回报去行动，而是将行动本身看作目的。这种态度在当前高度绩效导向的工作文化中显得极为稀缺。今天的人们往往过于功利地看待每一件事，做一个项目是为了奖金，开一个会是为了展示自己，写一份报告是为了升职。这些背后的动机会让人变得浮躁，也让工作本身变成了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劳动。而老子所说的事无事，是提醒我们，如果把每一件事都当作目的本身来做，放下得失之心，才能真正走入那种专注稳定的状态。这其实非常符合现代心理学中所谓的心流理论。一个人若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当前任务中，不为外界干扰所扰，那正是一种极大的幸福感来源。老子还说畏无畏，这听上去有些抽象，但细品之下意味无穷。在当下这个物质和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，我们几乎可以随时调动自己的感官体验，去刺激自己，从高热量的食物到短视频的无尽刷屏，从快节奏的消费活动到不断更新的社交媒体推送，我们的感官被不断轰炸。而畏无畏是一种审美的回归，是在喧嚣中找寻本真的能力。我们开始意识到，那些最动人的味道往往是最简单的，那些最深的满足常常不是来自强烈刺激，而是来自细腻体察。这也对应到工作的场域上，一个真正热爱自己职业的人，不是永远追求高薪和职位，而是能在重复的流程、枯燥的汇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感。然后老子将画风转向实际策略层面，他说：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。这8个字可以说是现代项目管理的黄金法则。每一个宏大的目标都必须从细节中开始，
每一个困难的任务都要从最容易的切口下手。许多公司在制定战略时，常常空喊口号，提出一些模糊的远景目标，却没有将目标具体拆解为每一步可以执行的行动。结果就是看起来宏伟的蓝图，最终变成了纸上谈兵。反之，若能从第一步做起，每一个微小的进展都是朝向整体目标的推进，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落地执行。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。我们常常给自己设定一个高远的人生计划，比如3年内升职，5年内买房，10年内财务自由。可是我们又对日常的琐碎不屑一顾，懒得整理工作流程，不愿意优化日常习惯，甚至连每天按时睡觉、早起、阅读这些最基础的行为都不能持久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理想就永远停留在口头上了。所以老子强调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这不是鸡汤，而是理性的行动原则。任何复杂的系统性任务，若不能拆解为细致的步骤，就很难推进。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倚重协作，而协作的本质恰恰就是将复杂问题标准化、程序化、细致化。这与老子的思想并不冲突，相反，是对他智慧的现代回应。这一章中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：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圣人不主动标榜自己，不刻意追求伟大，但最终却能达成最大的成就。这个思想对当代职场文化中的领导力提出了深刻批判。我们常见的领导者往往喜欢表现自己，强调控制、炫耀成就，而这种表演性的管理风格短期内可能带来外部赞誉，但从长期看却很容易失去团队的信任和凝聚力。而真正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往往是低调的，像一个稳定的核心，给予团队信任、空间和支持。这种人不说大话，不做大事的样子，但其沉稳与深度反而能推动最深远的改变。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，这是人际交往和组织承诺中极为重要的警示。随口许诺的人往往信守承诺的能力极弱，凡事看起来太简单的人最终都会发现问题重重。在家庭中也同样如此，夫妻之间或亲子之间，那些动辄承诺改过或改变的语言，若没有深刻反思和持久行动支持，最后只会让对方更加失望。而社会制度层面也是如此，公共政策如果不建立在严密论证和细致执行的基础上，空喊便民、惠民便捷的口号，只会在实践中暴露出层出不穷的问题。所以老子强调圣人犹难之，故终无难矣。真正的智者从不轻视问题的复杂性，也不低估实施的挑战。他们在事情刚开始时就小心翼翼、谨慎预判。这种事前的敬畏和慎重，才是走向无难的路径。很多人只看到了别人成功时的潇洒，却没看到他们起步时的艰难与周全准备。这正是现代社会常忽略的一个要点。真正的轻松不是不劳而获，而是经历了严密准备、反复推演、长期积累之后的一种自然流动。从老子这章的内容出发，我们可以反思当代人为什么普遍焦虑。其实，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的效率诱惑，却没有耐心打磨过程；我们太在乎外界的评判，却忽略了内在的修养；我们期待快速成功，却不愿接受慢工出细活的现实。于是，轻诺、多易、贪大成为了我们失败的根源。而如果反过来，回到为无为的心态，回到图难于其易的节奏，或许我们的人生和工作才能真正走上道的轨道。这一章让我们看到，道不是玄学，
也不是抽象的哲理，而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选择、每一次行动的尺度。不急于大功，不躁于捷径，不陷于浮夸，而是从最小处起步，持之以恒，不懈怠。这样的精神才是与天地同道的真正智慧。当我们思考完这一章后，不妨再往前一步思考，既然做事应该从小、从简、从细入手，那我们又该如何在动念之间审慎应对？下一章，老子将继续展开他对未萌之机、未发之兆的洞察，让我们从根源上学会防微杜渐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